黑部立山这一个清单真的放在我心里很久，而我终于等到上山的这一天了。这一集我会分享如何自助前往黑部立山，包含套票的运用、搭乘8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及各站的建议停留时间。当然也会分享许多美丽震撼的景色。有机会的话，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哦。先来地铁这边换黑部立山的券，这是富山电铁的唯一一个窗口，它有写着很明显的红色的扛棒。那因为我用的是 JR Pass， 所以就是必须换预约券中才能上山。在这边就要选好你要从立山上山的缆车时间了。工作人员呢会帮你写好你是几个人，然后预计要搭几点从富山这边发车电车。那我预约的是8点11的这个班次。如果有买阿尔卑斯山 JR Pass 的记者要出示给他看。然后我们现在在排队等窗口领票。然后呢，在窗口就可以兑换完富山电铁到善者的这个整个完整黑部立山的乘车的整理票。那在这边就要预约好你在立山的缆车时间，像我们预约的班次是9点50的，那在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搭缆车上山。好，那我们来排队从富山电铁搭到电铁立山站。电铁富山站就是小小的一站。接着就正式开启黑部立山的旅程。首先要搭乘的交通工具是富山的地方铁道，大约要搭乘65分钟。我搭的这一班第2节车厢的座位是面向玻璃窗的，若想观赏风景，可以选择排这一节车厢。接着铁路会沿着长苑四川一路到立山，这一段有好多的山谷、河川桥梁与森林堆叠的景色。从立山电铁下车之后呢，往2楼走，就是立山到美女坪的登山缆车了。然后呢，在你预约的发车时间前的前5分钟，必须来这边排队，准备搭登山缆车上山。先に降りられるお客様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お客様降りてからのご乗車です。はい。到美女坪呢，第2段是去4台的高原巴士。这是我换票时顺便理的时刻表，但我发现从立山的登山缆车开始，我都不是搭到上面所列的班次，应该是现在处于刚开山的时期，旅游人数比较多所加开的班次。今年有想来的旅客可以注意一下，难得来了就好好放松的玩，别被乘车的时刻表给限制了。而且其实只要遇到团客也不一定上得了车，只要记得一定要搭到末班车下山就好。接着就带大家来欣赏立山高原的风景。一开始会经过好多的神木群，这时候司机会放慢车速做介绍，虽然介绍是用日文，我们也听不太懂，但通常旅客都会哇哦的一声，就是有什么特殊的风景，这时候就记得要赶快抬头去寻找哦。这瀑布哇，好大啊！这样看远远的，我们看起来很小，但事实上是很大。还有这一段的海拔高差将近1500公尺，沿路的自然环境会有很大的变化。一开始巴士都是在爬坡，穿梭在森林里，可以稍微找得到雪迹。当巴士不再爬坡且有种开到山顶上的感觉时，映入眼帘的就是非常辽阔的立山高原，突然间就会雪茫茫的一整片了。虽然我不是第一次看到雪，但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厚的积雪。真的很像是童话仙境。高原两侧的立山连峰把我们包围着，可以一次欣赏到很多座的日本百名山，
也因为这一段的路程是不断的 S 型缓缓爬升，所以每一个画面看到的角度也都不太一样。沿路我们还会看到正在维护开山道路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藏在雪里的标杆。这些很高的标杆是在下雪前放置的，为了就是到时候可以顺利找到开山的道路。最后，当积雪高度比巴士还高的时候，就是快抵达雪之大谷了。此时的相机、手机、眼睛得准备好，绝对别错过了。抵达市堂后，我们趁着天气还不错，赶快前往雪之大谷。现在气温只有0度，然后呢，一出来这边就有展示他们的铲雪车，开山的时候需要用的。雪谷在前面，大概应该有100-200公尺的位置啊，要稍微走一下。这边的道路就是单向行驶的，游客呢只能在右行的这个道路行走，千万不要跑过去对面拍啊！反正出来之后呢，就是一直直走，不急着拍照，先去拍最经典、最高的那个雪壁。回头以后呢，这边就随便你拍了，没有人跟你挤。这个应该是它标雪壁最高的那个点，这是今年最高的雪壁，11公尺。这雪谷大概可以待20-30分钟呢。有些人会为了等巴士一起跟雪壁合照，所以就要等巴士经过。那因为现在是尖峰时期，大概10分钟就有一班了，所以可以等等看。好的，差不多来走回市场了。雪谷我们大概待了半小时，在那边拍照，人蛮多的啦。早点来，早点卡位，早点拍到我们想拍的照片。市堂除了有雪之大谷之外，还有立山自然保护中心，那里保留相当原始的自然环境与湖泊，也是很适合拍照欣赏美景的地方。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看见被誉为立山神使的雷鸟。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不会前往，我会留在后天再去。当时会这样安排，主要是害怕天候不好，没有看到立山的景色。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带长辈出游，一天要拼完所有黑部立山的景点，真的有点太赶了，所以我才安排一去一回。反正我有 JR Pass 在手，可以无限制的搭乘，其实是非常划算的。我们在立山吃一下午餐，这寿司就是吃起来还 OK 啦，就是鲑鱼的鸭寿司，然后酸酸的，不算好吃也不算难吃，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特色的料理。我们要离开市场了，接着我们要搭立山的无轨电车去大观光。市场的吉祥物雷鸟，回程我这里都是看雷鸟。立山隧道无轨电车是为了新建黑部水坝而建造的路线，现在保留作为观光的用途。它是目前日本唯一仅剩的无轨电车，也是日本现有电车路线中海拔最高的。
别看它的外观跟巴士一样，它也是透过集电弓与电车线取得动力，所以它是属于铁路的一种哦。目前的运载是采用3台电车，隧道大多数都是单向的，但中间会保留双向的会车处。由于是使用电力系统，电车并不会排放任何的废气，所以并不会去影响当地的环境。我们到了大关峰的观景台，很壮观哈。这边就是搭缆车下去是黑布水坝。 아니 높이에서 세워가지고 아니 이쪽으로 앞으로 숙여라. 它开一个小隧道。这里有展示立山空中缆车的模型与真实使用的钢索，会介绍基本的运作原理及配件的功能。它是日本无支撑的空中缆车中最大的。吓到了。他们自己介绍写说，搭乘时就像是一个移动的展望台，可以欣赏犹如全景画般的美丽景色。但我要提醒各位，不一定看得到，因为尖峰时段时缆车它会坐到满，就像我现在这样子，只能欣赏到单侧的风景而已。我自己觉得另外一侧的风景比较好，我会在另外一集分享。大家要记得优先选面向黑布水坝的位置，那里的风景真的好非常的多。下来后往回看就是大关峰了，原来我们刚刚在那里，它就是立山。黑布坪比较没什么，大约5分钟，稍微绕一下这个平台就可以走了。接着我们来搭乘第6种交通工具——黑布登山缆车。它是日本唯一全路线都从地底下通过的电缆车。除了可以保护立山的自然景观以外，同时也可以防止过度的开发而引起雪崩。接着呢，要从黑布坪前往黑布大坝，搭乘的是这种斜面的缆车。本日は黒部ケーブルカーにご乗車くださいまして。这隧道走出去，应该就是黑布水坝了，就是最后一个景点。黑布水坝完就没了，就要搭车下山了。黑布湖还有交通船可以乘坐，但是运行的期间是6月1号才开始。隧道继续往前直走就是乘船处了。那我们是要穿过水坝下山，所以是往另外一侧的隧道出口走。黑布水库的指标都写得蛮清楚的，不用担心会走错。出隧道前还会提醒各种衔接交通工具的时刻表，还有整个黑布水坝的导览与介绍。
这里有提供如何游玩黑布水库的几个方案及花费的时间，提供给各位旅客参考哦。出来了，这个就是黑布水坝。要搭电动巴士下去信浓大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走这个大坝过去到对面，所以可能要小走散策一下10到15分钟吧。这一个景点我建议可以停留40分钟左右，包含走到乘车处的时间本身就需要15分钟。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站在水坝上去欣赏这些风景。这里的海拔有1500公尺高，是日本第一高的拱形水坝。站在水坝上啊，可以尽情的欣赏山影湖的景色。除了景观真的很美以外，水坝的结构也真的是很壮观。我觉得啊，这边比黑布坪还值得停留。那边爬上去还有一个水库的展望台，我也预计后天回程后才会过去。湖泊的另外一侧呢，就是这个水坝口，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因为时间也有点晚，我妈有点累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先下山了。那这个就后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上去看看，把这一趟还没有走到的点再把它补齐。好，那我们就下山。看起来搭车的地点应该是这一个，又要穿过这个山洞了。就会让人家怀疑是不是对啊，这个搭车点很有趣乘车的地方是要我们先穿过这一个隧道，这隧道看起来就是不像是要去月台的方向，但是就是这个车站有点难到你们给这走这么远？对啊，到了，到车站了。这是黑布水坝的模型，这是我们的应该是最后一种交通方式了，要到信浓大町的，这个也是巴士。早上7点出门，到现在才下山，已经2点多了。关电隧道电气巴士原本也是无轨电车，但在2018年就拆除电缆，改为电动巴士。这一段很有趣的是，途中将经过富山县与长野县的境界，还会经过当时施工非常艰难才突破的岩石破隧带。岩石破隧带虽然才80公尺，可在当时是挖了足足2年多才克服，在当时也是牺牲了171位工作人员，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程。今天我们还有办法来这边参观，也要非常谢谢这些辛苦的工作人员。我们到善泽了，接着要乘坐的是最后一个交通工具，我们要前往信浓大町的，这个是一般的巴士。